5, 4, 3, 2, 1, fire! 2025年10月22日，巴黎蓬皮杜中心上演了一场白昼焰火，由蔡国强与他的 AI 模型共同策划。作品名为《最后的狂欢》。自此，蓬皮杜彻底闭馆。而在此前不久，他与始祖鸟在喜马拉雅山的合作的《升龙》，在互联网上掀起的争议，让他成了近期艺术界话题度最高的艺术家之一。一个为美术馆送行，一个为品牌造势。我想从这2场爆炸的现场开始，看看他被声讨的烟花里究竟有什么，又是什么让他在如此争议的背景下，仍旧能在欧洲殿堂级的美术馆上照响烟花。蔡国强，1957年生于福建泉州，于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上海戏剧学院主修舞台设计。1986年旅居日本后，进入筑波国立大学。在此期间，童年对火药的恐惧与好奇成为其创作的起点。他开始系统性的探索火药绘画，通过控制爆破，在宣纸上留下燃烧痕迹，逐步形成火药素描技法。1995年，他移居纽约，他的创作开始转向大型公共项目。1999年，威尼斯双年展上获奖的作品《收租院》，让他走进了欧洲人的视野。2015年10月3日，蔡国强收到巴黎白夜艺术节的邀请，制作了大型焰火装置项目《一夜情》。作品主要由3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一段12分钟时长的焰火表演，而12分钟则是法国人的平均性爱时长。第二部分的核心是传统游船上搭设着的50个白色帐篷，内部用暖黄色灯光营造出私密的氛围。他邀请来自全球的50对情侣在帐篷中共度约45分钟。情侣们可以自愿选择是否点亮帐篷灯光，也意味着选择是否被观看。帐篷里同时还按照着一个按钮，在45分钟里的任何一个瞬间里，他们都可以这个按钮触发帐篷外周边小船的烟火，最后则以天空中出现 Sorry, Gotta Go 的文字烟火作为结尾。项目开放预约后的1小时内就被抢空，作品起初也因为塞纳河禁放烟花的条例差点夭折。可市长在看完方案后，排除了一切阻碍，破例让静谧流淌了40年的塞纳河水上，在那一夜里洒满了情欲的烟火。他说，这个项目只能属于巴黎。2017年10月，西班牙国家普拉多美术馆邀请蔡国强在马德里进行为期2个月的艺术驻馆创作，最终举办个展绘画的精神。这是普拉多建馆近2个世纪以来首次邀请当代艺术家。合作之初，馆方就明确提出，希望他的创作能够回应普拉多藏品中绘画的精神性。普拉多是欧洲绘画中灵性传统的代表，所谓的灵性传统及绘画的核心是宗教与灵魂的可见化，其中的格列科被视为将宗教题材从叙事性转向灵性化的关键人物。蔡国强从1990年代起就频繁在采访中提及格列科。那我个人在艺术史上最有影响我的就是埃科埃科，这个格列可的这一种画面里面一直拥有的一种看不见世界的那一种神秘感，还有表现主义那样的一种绘画是一种传递，主观传递那一种激情和一种无视那一种所谓的人体解剖啊等等透视，那一种精神的自由是向往的。因此，格列科成为这次艺术驻留的主要切入点。格列科画作的最大的特征是异常拉长的人体比例，来自内部的灵光。绘画里充满不稳定、上升、燃烧的动势。它由此作为灵感，采用多层画布的结构，画布底层承载形象轮廓，上层铺上半透明防火布，2层之间夹入不同密度的火药、金属粉与颜料。爆炸的瞬间，能量从底部向上冲击，火焰的焦痕和烟尘会在画布上形成类似上升的灵光。在我看来，蔡国强的在普拉多的火药绘画
本质上是一种将绘画行为转译为物理事件的方法。欧洲绘画的灵性传统中，光线常被视为神性显现的媒介，而蔡国强的火药将光转化为了燃烧，让绘画中光的显现从视觉转向物质，燃烧成为一种非人手的笔法，烟尘残迹则取代颜料，成为灵性显现的物质痕迹。而他制造作品的过程，更是让一个以绘画保存为核心的博物馆暂时成为绘画生成的现场。爆炸的瞬间即是神显时刻，绘画的精神由此从图像展示变成能量显现。在我的理解里，他对绘画精神的再现，就是将绘画的去人格化。画家不再描绘，而是设定条件，让物质自行生成图像，神的形象就此消失，而以能量自身为显现，灵性通过事件发生显现。这更像是一种观念实验，灵性从被描绘变为被生成。比如火药爆燃时喷射出的轨迹，对应于灵性绘画中的形体拉伸，爆炸产生的光晕与画作中的灵光相互映射。火药燃烧后残留的烟雾与焦灼痕迹的随机性，更呼应着灵性绘画里的不确定。观众甚至直接目击了一次灵性行为的显现。换言之，美术馆对蔡国强的创作邀请，并不是纯粹展示火药画，而是在实验在格列科确立的那种超越性之后，当代绘画的精神还可能以什么方式存在。再往后，2018年11月，蔡国强受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邀请，首次创作了白日烟火项目，以大型火药绘制了作品花曲，灵感来自于经典作品波提切利的《春》，以及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文化语境。作品由2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在乌菲齐馆内的火药画展览。他在佛罗伦萨的波波里花园中考察了大量植物，还研究了文艺复兴时期花卉符号是如何连结爱情、纯洁等精神力量。后以火药为媒介，创作了一系列围绕花与植物能量的大型作品，主题包括文艺复兴庭园、绘画波提切利等。第二部分则是米开朗基罗广场上燃放的白日烟火，空中花城。5万发特制烟火在米开朗基罗广场释放，作品分为春雷、西风神与大地女神、花神、维纳斯、3女神、精神花园、红百合，总计7幕。烟雾里加载了彩色颜料，在空中形成短暂的花形，像把波提切利春的花语推向天空。他说：“我觉得爆破表演50%可预测，50%不可预测。有风就是一个有风的烟火，没风就是没风的表演。我从文艺复兴得到的一点，就是让我更自由、更轻松，画得更放松。”继佛罗伦萨的花曲之后，2019年2月，蔡国强在庞贝考古公园与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创作了艺术项目《在火山里》。在这场与古城遗址的对话中，他的艺术语言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结构性的共鸣。他将2000年前庞贝时期的艺术品、石膏雕塑、陶瓷、玻璃器皿、大理石和其他材料铺放在一块长达30米的巨幅画布上，将彩色和黑色的本地火药埋入烟花弹和喷嘴中，再将它们捆绑并覆盖在舞台上的人物身上，在这座拥有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罗马斗兽场的千年古城里点燃了引线。爆炸结束后，团队进入现场，对残片、画布和物件进行发掘式的整理，再陈列于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以古典藏品定制。在我看来，这是蔡国强近10年来最具说服力的现场项目之一。他将材料、方法、历史语境与空间叙事精准地锁定在一起，整个创作过程形成了一条清晰的逻辑线，从喷发到地层再到考古陈列，与公元79年的维苏威叙事完整咬合，几乎无需额外修辞便能自明其理。博物馆里被并置的作品上，那些烈火灼烧后的痕迹，又进一步诉说着绝对力量中不可控与毁灭的本质。由此，整个作品构成了一个可被验证的观念闭环，而非止步于视觉上的壮观。若以如何让强烈的感官事件通向可持续的意义生产为标准，这件作品几乎给出了最完整的回答。再回看他在蓬皮杜的作品，他在蓬皮杜的外立面上上演了一场表演性的3幕式壁画。第1幕以杜尚为标志，展示着现代艺术的起点；第2幕又以人工智能精准控制着爆破的形式；
一如既往呼应着蓬皮杜的先锋性。第3幕是带着色彩的全面爆破，摧毁式的完结透出新生的花朵，一一对应着蓬皮杜的告别与重现。从艺术史的起点到技术与思想的结合，最终在全面爆破中完成一个壮丽的公众事件。这几乎也解释了蔡国强的艺术在欧洲能如此流动的原因。全新的媒介，极高的公众性，最重要的是它契合着当下欧洲对艺术的期待。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艺术就建立在了解释世界的理性基础上，透视法、人体学、叙事手法、象征学之后一度上为起点，这种理性的体系又开始不断自我反思与瓦解，艺术逐渐演变成一种知识观念的游戏，它被概念化、符号化、象征化，甚至制度化，也意味着感官与情感的体验不断被削弱。无论是欧洲的观众还是机构，都已经厌倦了解释性艺术，他们渴望着一种重新体验艺术的方式。而蔡国强的烟花带来了最直接的体验感，爆破带出的能量，随机生成的不可控与不可逆，集体的、瞬间性的体验。这些经验正是文艺复兴前由艺术承载的宗教仪式、神秘体验里所具有。而这正是现代社会里失落的那部分。蔡国强的爆炸又将这一切重新唤醒。另一方面，欧洲的艺术体制里一直强调延续与对话，要让当代作品与古典遗产产生链接。他在普拉多美术馆、佛罗伦萨和庞贝古城的作品都完美符合欧洲艺术在这方面的期待。当下的欧洲艺术正处在后殖民、生态、社会议题、传统的都市的焦虑之中。蔡国强的作品纯粹的东方理念，又对他们的文化不构不了任何威胁性，成了他们在艺术焦虑上的最佳喘息。由此，除去他媒介的独特性，他在欧洲受到的推崇，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的作品恰好触及了欧洲艺术体系最深处、最隐秘的渴望。但回到作品本身，我始终试图客观、中立地去描绘作品，尝试去理解不同文化、不同语境下艺术里普遍的那部分意义。一个事件、一件物品、一个人、一首歌、一个词与你所存活的痕迹产生切身的关联时，象征出现了，意义也就诞生了，美的愉悦会随之而来。但艺术带来审美体验远不该只是如此，艺术也有它的使命和职责。所以，请在看完这场电子烟花后，忘掉我所解释的一切，相信自己在作品前的直觉。有一个突然的跟灵性的，包括跟宇宙的一种能量，瞬间里面激化成一个看不见的世界的一个感受。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感兴趣，请多多点赞、转发、评论和收藏。我是聊聊，这是我的看展日记，也是在记录着我看待艺术的方式。